感谢主，我们继续来讲。上一次我们特别看到耶稣讲这个关于财富的问题，对不对？就是神的国怎么看待这个财富，怎么看待金钱？神的国怎么看待我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价值观？我们讲到了，我们看待民生也好，看待我们的地位，看待我们金钱。那到了这一段时候呢，其实就做了一个总结了，就是耶稣呢告诉我们，从神的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神国度当中的子民，都是神的一个管家。我们怎么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托付给我们的时间，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精力，那这个才是我们要向神来去交差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开始讲了这个把我们最后定位到这个管家当中。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待会回过头来看前面耶稣所批评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也好还是讲到的这个对财富的看法也好，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从神的国来看这个我们要做好的管家。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那我们也是分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提到这个好的管家，他是常常的警醒自守的。第二个就是好的一个管家，他随时的预备耶稣再来。第3个就是耶稣呢要对这个管家的赏罚标准是什么，他要怎么来去奖赏，怎么样来去惩罚那这一段也是耶稣特别对他的门徒说的。他特别讲到说，你们呢要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2今天来，或者是3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其实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童女的10个童女的比喻基本上是一样的。在10个童女的比喻里面，那耶稣也说天国你看这是跟天国相关的一个比喻所以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这个新郎，5个愚拙的，5个聪明的。那只不过这里呢，他更加细致的讲，聪明的是预备了灯又预备了油，而愚拙的只有灯没有油，所以他们都睡着了。晚上的时候，那半夜这是耶稣刚刚讲的，是2今天还是3今天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然后说新郎来了。那这个时候愚拙的童女就说没有油了，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就说我不能给你们，你们去买吧。然后他们就去了。可是他们买的时候，新娘已经到，那预备好的就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也来了，说主给我开门还记得刚才耶稣讲了这个叩门和开门的事情吗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主的回应是什么？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跟我们上次讲的经文是一致的，特别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什么叫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主，对不对那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每个基督徒有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常常警醒。常常警醒，警醒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比喻，他说这个人呢，他这个仆人是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这个表明什么？他随时预备主人的回来，对不对？他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不是在那躺平睡觉了就不用束上带子，也不用点着灯了。可是呢，他没有随他的警醒，而且他可能这个主人半夜才来。就跟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是一样的意思。那他们虽然都睡着了，可是呢，那预备好的人呢，都已经准备好了，知道如果半夜新郎来了，那他就可以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活在主的面前。这我上次说了嘛，对吧？你活在主的面前，你就要常常的警醒自己预备好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每天来读经来祷告来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就是你要常常警醒，为自己警醒。因为你一不小心，你一松懈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犯罪，就会这个被试探。
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常常的预备好自己，准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而不是说哎呀我都已经准备很好了，我也是神学毕业了我也就好像就是你的生活就是像刚才上面经文讲的这个财主一样，我就吃喝快乐吧，我就不需要再为自己警醒了。可是耶稣却提醒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呢？怎么样做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仆人？我们要常常预备好自己，常常警醒在神的更多的来思想关于天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个管家要常常的警醒和自守。耶稣其实在这个受难以前，他也特别带门徒去祷告。那门徒呢就睡着了嘛，对吧？他们太累了，半夜祷告就睡着了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常常警醒祷告。所以耶稣的一生其实也就给门徒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哪怕神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他在服侍这个人的时候，他都要常常的警醒自己，他与神的关系，他警醒祷告。耶稣说你们要好好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可是那个门徒呢就睡觉了所以他们没有常常警醒，然后半夜这些抓耶稣的人就来了，他们就因此害怕，就四散了。你没有想过，如果这些门徒他们在当时真的警醒祷告的话，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会就仓皇而逃吗？他们为什么仓皇而逃？是因为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预备，他们心里没有这个准备，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心，当一些挑战困难来临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会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办法，想办法。可是如果你平时在主的面前预备好自己，常常的警醒自己，常常的预备自己，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你发现了你就不慌张了，因为你有盼望，你有平安在你的里面，你知道该怎么去应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在相安无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谁是愚拙的童女，谁是聪明的童女，因为他们都睡着了。可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主的考验来到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展现出你到底平时有没有预备好所以怎么展现出来呢？你看，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就到下一点。比如说传福音这件事情如果你平时不预备好自己，不好好常常的对自己传福音，不好好去想我怎么样更好的去传福音，那当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错过，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你之前从来没有准备过所以是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参加一些短宣或者是传福音的活动。只有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你突然面对一个陌生人，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在想怎么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在那个处境里面你才会思考，可能回过头来你才会思考，哎呀，下一次我该怎么好好的传。但如果你不遇到这个场景，你没有这个机会去传福音，你可能永远不会去想我怎么好好传福音所以你平时如果准备好了神把这个机会给你，你就可以抓住，对不对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平时更多的来装备，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跟第一个是联系到一起的。我们为什么要预备呢？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也是接下来2节经文耶稣说的，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圣经里面，耶稣把他的再来比喻为贼这个到家里面，你发现在保罗包括到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描述的。保罗在帖前5章2到4节里面就讲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所以呢他说这个我们要谨慎自己。那到了启示录，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这是他对这个7个教会里面说，他说你们要回想你自己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们也绝不知道。所以作为一个管家，我们要最终向主人交账，然后主人要向我们来去审问我们所管理的怎么样，而什么时候来审问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他来就像贼一样，所以一个好的管家他常常的预备耶稣再来，他知道耶稣随时可能会再来。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大家知道耶稣明天就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今天的生活？会不会影响你今天的决定？一定会的。明天耶稣都来了，你想一想，你还打算要做什么？你想一想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把你最有限的时间放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好好的亲近神，预备耶稣的再来，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基督徒没有能力呢？我们跟世人活得没有区别，就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耶稣明天就会来。我们也觉得耶稣都说要来，都2000年了也没来，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圣经里面常常的说你们要警醒，耶稣常常的提醒我们，我来就像贼一样。你怎么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呢？如果你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你就会预备了呀，对不对？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会警醒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讲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警醒啊，就让我们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这个牵扯到耶稣再来的一个情况。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就像诺亚的日子一样，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然后突然灾祸就来了，耶稣就来了，对不对？他是很突然的，他不是说好像让你提前都知道了耶稣马上要什么时候要来了你可以准备，你不知道的，就像一个平常的日子一样，不知道。所以我们要预备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要活的就是感觉就是耶稣明天就要来了。那我们这个才真的叫活在神面前，你就预备神要来，你再想一想你的人生的计划，你的打算，你的一些东西，你怎么样在神面前来交账。然后你说哎呀耶稣再来呢，这个事情离我还是很遥远，但是有一件事情离我们很近就是也许我们活不到耶稣再来，但是我们死的那天你就见耶稣了，你就等耶稣再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有2件事，一个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第二个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我们大概心里有个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要好好预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活多久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活多久，所以就算你能活150岁又怎么样？你还是最后要面对主而且谁也不知道人能够活多少岁。所以当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见主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向主交账的那一天。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应该都经历过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可能我们的同龄人甚至更年轻的人，他们突然去世，这种事情其实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尤其是你的朋友同学或者是家人，你会觉得哎呀这么年轻他就去世了，你会重新的反思你自己的生命，你会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你知道人我刚刚讲了这个基督徒活得没有能力，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觉得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同时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随时会死。我们活着就好像我们永远不会死一样，我们从来不会去考虑这个死亡的问题，我们从来不会去考虑说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我们要面对神。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预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彼得就问了，他说主这个比喻你是跟我们说的还是跟别人说的当然是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后来呢耶稣的这个回答当然就其实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当然就是对我们说的了。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快乐。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原文或者说把他
撕为两半啊，这个叫腰斩，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耶稣最后呢，其实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赏罚标准来结束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关系。那他说我们都是管家啊，主人派他管理，那这个主人明显指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管家。那主人我们已经知道主人对我们的心意，对不对？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了，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可是我们心里面还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然后呢，他还做什么？他打他的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其实这个描述很有意思的，你发现这个仆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仅仅是觉得，哎呀，我主人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了。他是不仅觉得他主人什么时候来好像这个无所谓，同时他还在主人不来的这段时间呢，自己任意妄为。如果他知道主人第二天再来，他可能就收敛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这个吃喝醉酒。那最后耶稣其实就说，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这个少取哈，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给你的多，给你托付的多，他知道你要的也多。可是呢，我给你托付那么多，你不仅没有向主人回报，反倒你在浪费主人的资财，而且自己吃喝醉酒。其实这个就回到了一开始12章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无知的这个财主。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这个故事了，这最后是怎么回事？你想一想哈，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有没有钱呢？他有钱，他的钱是谁给他的？你要想这个问题。他的这个财富最终是从何而来？如果从这个里面的角度来说呢，他的财富当然是主所托付给他的，他就是一个什么管家，对不对？他是一个管家。上帝托付给你的财富多，让你去管，可是这个财主是怎么管的？他怎么想？他说我要建更大的房子，然后呢我就可以吃喝快乐了，对不对？跟这个仆人在这里吃喝醉酒，是不是如出一辙？就是上帝把这个财富给你让你管，结果呢你怎么管的呢？你就全部任意妄为，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好像我这些钱呢不是这个主人的，是我的一样，好像我这个生命也是不是主的，是我的一样，好像这个时间是我不是主的，是我的一样。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所拥有的东西，想怎么去用就怎么用了。所以这个财主的问题不是在于他钱多，弟兄姐妹，不是在于说神给他托付的多，神给你托付的多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神多给了你，然后呢他教你多要，这是问题。可是你不仅没有多多的回报给神，反倒你自己在那里吃喝快乐，在那吃喝醉酒啊，甚至是动手打的仆人使女，这都是一个比喻，就是表明哈，这个人呢把自己当做一个主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完全不为这个主人去负责任。所以这种人叫不忠心的人。你看他说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因为这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还不预备，还不顺着主人的意思去行。你知道主人托付给你的这些生命你怎么去做，可是你不去这样做，那结果呢，神就这个要惩罚，要审判，重重的把他处置了。所以在这里的一个论述，你都会发现呢，那我们的神呢，他是公平的，他给你多呢，他找你要的也多；他给你少呢，找你要的也少。所以那不知道的，那就少受责罚；可是你知道的多的，那你就要多受责罚，就是这样啊。那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经常希望向神求很多的恩典和好处。主啊，给我一个更大的房子；主啊，给我更好的工作；主啊，让我孩子考上大学，这些都是很好的啊。
你求这些是很好，可是你不要忘记，神给你的多，找你要的也多。你不要只想着我只要自己享受好了啊，那没那么好事啊，什么好事都给你，然后你还不用负责任，这是怎么可能呢？所以神给你的多，给你更好的教育，给你更加聪明的头脑，是让你给神用的，不是自己在那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管家，这个定位一定要清楚。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特别要再一次的反思自己的这个定位，我们是神的管家，同时我们要好好的警醒自己。正是因为你是管家，你想啊，如果你钱很多的话，你就要去想我怎么管理我的财富啊。你可能也会怕贼惦记着你，是不是？你就会很警醒啊，做着各种监控，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来去守住你的财富，这是你很警醒嘛，就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在主面前也应该是一样的呀，啊，那神给我们的多，如果给你的恩赐多，你更需要来发挥你的恩赐为神所用，啊，而不是把神所给你的埋藏起来。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切，不管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啊，是你的才干也好，啊，是你的时间也好，啊，我这个前段时间跟一个弟兄聊，就是他就是觉得他太闲了，啊，太闲了是好事情，因为很多人没那个时间。上帝既然给你有这个时间，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一笔财富，你怎么去用它？你要问神。你现在给我那么多时间，让我这么闲干什么？啊，如果我就想怎么花怎么花，我就是天天看电视，天天躺平，那你怎么样用神的时间呢？神给你的时间，你要想我怎么用在神的国度当中，对不对？所以神给你的多，你就要想我怎么样用在神的国度当中，为神而用。你要想这个问题，而不是想当然的说啊，这都是我自己赚到的，这是属于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好，那样的话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交账啊。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主的意思了，我们就要好好的警醒自己，预备自己。那最后呢，我就更具体的啊，我说我们啊该怎么警醒，该怎么去做，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这个给我们一些劝勉吧，或者一些指导。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更好的来活。所以呢，就说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要立志做这个忠心的管家。怎么立志呢？我特别想拿保罗对提摩太的一段劝勉的话来共同的劝勉大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常常的警醒，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保罗相当于是提摩太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对不对？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当然，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不仅只是对他的，既然记在圣经当中，也是对我们的。那我们看一看，保罗对他的劝勉，其实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他说呢，你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你看啊，这个跟耶稣讲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是神的管家，而且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在神的面前能够交得了账。不要到时候你很愧疚，神给你一大堆东西，你什么都没用出去，而是想我怎么样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人生。然后他说什么呢？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呢，会把你引到那个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其中还有2个人点名，居木乃和腓利图。哇，这个保罗真的是。点名批评，什么意思？他对提摩太说：“你啊，好好看一看你周围的朋友。我现在就讲你啊，不是讲提摩太。你看看你周围的朋友，你跟他一聊天，有多少时间你跟他在一块儿，见了面就是去哪吃，去哪玩，去哪这个旅游，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不是上一次经文讲的吗？耶稣说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都是这些东西，世俗的虚谈，保罗说什么？离他们远点。这些人讲的话像毒疮一样，离他们远点。而且点名了2个人，
哎，你别忘了这教会里面的人啊，我现在不是讲不信的人，我现在是讲教会里的人。保罗说离他们远点，他们偏离了真道啊。然后呢，这个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你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我们是神的管家，神给每个人管理的恩赐、才能托付的不一样，有多有少，对吧？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说主啊，你怎么给他这么多恩赐，给他这么多给他这么多钱，给他这么，你不要忘了，神给他多，找他要的也多。所以你要看神给他的多，他也许是这个在你眼中来看是更加贵重的，可是我们要做的是在神眼中来看更加贵重的器皿。神要让我们怎么做一个更加贵重的器皿呢？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保罗继续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其实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啊，其实很重要啊。这不仅是说交友不慎的问题，而是说你的属灵的圈子的问题。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们在谈论什么样的事情。前面2次讲到，我们都讲到了，耶稣就是让我们要对比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这个天国的价值观，对不对？你要更多思想关于天国的事情。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还是跟一群人来谈论这个世俗的虚谈，你没有跟一群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你的生命不可能有长进的。所以保罗对于提摩太可是当时的教会领袖啊，保罗都对他有这样的提醒，说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好像能够抵挡得住这个世俗的这些诱惑，对不对？说你要警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对吧？跟弟兄姐妹这个交通的时候，都是一些世俗的虚谈，无意义的闲聊然后呢，制造各种不必要的焦虑那我们自己就成为了这样的人。可能如果我们在保罗的时代，说不定我们就被点名批评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倾心祷告主的这样的一位人。我们要跟这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这样做的。这个世界他们在追求这些世俗的东西，这很正常。这个世界的国本身就是魔鬼，魔鬼本来就是世界的王，他就是要让这个世人就是被牢笼在被辖制在这个世俗的虚谈当中。可是我们呢，要远避这些，要远离这些。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你自己不仅要倾心祷告神，在神面前立志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也要同属灵的伙伴弟兄姐妹一起更多的来去追求属灵的事情。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不然神没有办法用你。如果我们自己人若不自洁，我们自己不警醒自己、洁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也在聊，他是很想被神使用，想去读神学想去装备想去教会服侍想去教会来去实习怎么样，反正又有一腔热血，感觉一身这个力量没地方使。但是呢，我观察到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自己要预备好自己成为合主心意的一个器皿。你自己如果不预备好，你总想到说我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可是你自己的生命有破口，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毒疮，有这些有罪的，容易缠累你的罪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没有办法用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首先洁净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当我们自己洁净了以后，当我们自己成为了贵重的器皿，神就一定能用我们，我们也可以向神来交账。所以最后其实就讲到这个再回到最后一点，就是神最后的这个审问或者是这个判断，其实不是说按照我们世俗的标准，我给你多少钱你给我赚多少钱，
那个只是一个比喻，不是说好像你做了多大的事情，你带了多少人信主，然后你这个好像你奉献了多少钱，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功德，不是的。神最终看重的是什么？他定是什么罪啊？你看忠心不忠心。所以在神面前，神看重的是这个忠心，而不是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仆人他透过小道消息知道主人第二天来了，所以装得很好，没有打仆人，也没有家里糟蹋的很一团糟，结果都收拾好了，你觉得主人会夸他吗？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说，你装什么装？对不对？你前2天做的事情我还不知道那所以神其实并不是一个事工导向的，好像是说我看结果，我托付给你，你是不是都搞好了？他是从你的心来看，你如果是忠心的，你自然而然会忠忠心心的去料理神所托付给你的东西，对不对嘛？所以如果你是从心而发的，你当然可以很好的去管理神所给你的一切。但如果你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别人逼你的，或者是你是装出来的这个面子的东西装出来的，作假的也许别人看不出来，可是我们的主知道，因为我们的主鉴察人心，所以他最后判你有罪是看你的忠心程，你是不是忠心不是看你做的。你说有些人他可能为神做不了，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可是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那就是他忠心的在为神来服侍对不对？我觉得讲了，我们来听到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服侍是不是？所以我们对神最重要的是一个忠心，而不是外面装出来的。外面装出来的那是法利赛人才可以把外面装得很好看，可是里面呢却充满了罪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赏罚的标准，其实不是对我们的一个道德绑架，说哎呀，你看神给我很多，你看我怎么样奉献一点出去，这样的话神就不要再找我了反正我该做的做好了那我交差了，任务完成了。神其实不是要求，他不是想要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希望的是我们真的是来爱他，因为对他的爱的回应，我们愿意服侍他，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愿意把神所给我们的用在他的国度当中，不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用这种道德主义去要求别人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最后讲到，你要同齐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都是属灵的品格，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发现不是一个好像去追求更大的教会、更多的奉献，他没有这样说，是不是？他没有说你要做更大的事情植更多的堂，没有。他是让你干什么？你做一个服侍的人，你好好的追求圣洁、信德、仁爱、和平，好好的追求什么？追求圣灵的果子，好好的追求圣灵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我希望这是我们这一年在神面前立志，希望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从根本开始改变，而不只是改变外在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希望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8个字能够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年1年的励志的标杆。在我们做事情、做选择，我们的思想、行为，跟孩子相处、跟同事相处、跟朋友相处，我们在想的时候都在想，我们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我的灵魂更加的成圣，更加的圣洁，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来为主所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总结，第一个，我们做神的管家，我们要常常的警醒自守，警醒自己，在神面前这个要知道神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时常看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第二个，耶稣再来会要对管家们要赏罚就对我们，是不是？当然是根据你的忠心程度神的判断是最公平的，我们最后能不能在神面前交得了账那个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追求你可能现在工作，你总是想怎么能对老板交账，怎么对老婆交差，
可是最终我们要交账的其实是对主交账。那主的标准是什么？天国的标准。我们刚刚看到了，保罗也对提摩太说的，你有没有好好的追求圣灵的果子？没有好好的追求在这个祷告当中跟亲近的人祷告追求这些和平、圣洁仁爱、和平、信德、公义等等，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最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贵重，是从神的角度。神所看重贵重的器皿是什么？不管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它只要是圣洁的，有基督在它的里面那这个就是贵重的器皿，不在于它的材料是什么，而在于它本身跟主的关系怎样。那这样你才可以被主所用。被主用呢，这个才是我们人生可以实现我们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就是说那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我们被他用，那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那神创造了你，结果不用你，那就麻烦了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两点忠心这是最重要的，这耶稣说的第二个呢，也是有见识。最后3个问题，上帝要求我们如何度日。想一想每一天，如果你总是想明天耶稣要来了，你会今天怎么样度日？你会警醒，你甚至会谨慎你自己的言行，警醒自己。不要觉得我们活着耶稣就不会来，不要觉得我们活着好像永远不会死。想到耶稣会随时会来，对我现在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或者想到你随时会死，会对你的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谁也不知道的，对不对什么叫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在神面前好好选择你的朋友圈，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